重生后，我家里多了一个功德兑换系统。我妈用10年寿命兑换了一张100万彩票，我爸用健康的肝脏兑换了职位晋升，我弟用他未来的高考成绩兑换了校花的青睐。他们欣喜若狂，劝我也赶紧兑换一个金手指。前世我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所有命运的馈赠，都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他们不听，反而骂我嫉妒他们，最后将我赶出家门。这一世，我看着他们贪婪的嘴脸，笑了。我当着他们的面选择了兑换，我愿用我全部的亲情兑换他们所有金手指的代价，翻倍。系统冰冷的机械音响起，兑换成功。他们没听到系统的声音，那冰冷的机械音只在我一个人的脑海里回荡。我爸妈和我弟只看到我面前的空气扭曲了一下，然后一切归于平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哥，你是换了一团空气吗？笑死我了，还以为你能换出什么宝贝呢。用亲情，那玩意儿也算东西。别管你哥，他就是个没福气的，放着这么好的机会都抓不住，活该一辈子受穷。我明天就去辞职，然后去买包、买衣服，再去做个最好的美容。萧平，妈给你换辆车。老林，你当了官，以后应酬多也得换身像样的行头。前世我也是这样看着他们，那时我哭着求他们，结果呢，我妈一个耳光扇在我脸上。滚！你个扫把星，是不是看我们家要过好日子了？你嫉妒？你这种人就不配当我哥，我们家的富贵跟你没半点关系。以后别回来了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这一世，我看着他们丑陋的嘴脸，只觉得心脏里那块名为亲情的地方已经彻底冷了。我平静地开口：我换了什么？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难不成你还能比我强？校花柳如烟已经答应跟我约会了。我没再跟他们多说一个字，转身回了房间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行李箱。这个所谓的家，我1秒钟都不想再多待。我拖着行李箱出来时，他们3个正围在沙发上，拿着手机看车、看房、看奢侈品。看到我妈的笑脸瞬间垮了下来。你干什么？又要离家出走，威胁我们？不是离家出走，是搬出去，以后不回来了。吓唬谁呢？不出3天就得哭着滚回来。哥，不是我说你，做人别太清高。你看我们动动手指头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你呢？守着你那点可笑的原则，换来一团空气，现在还要装模作样的搬走，给谁看啊？要去就快去，别在这碍眼，影响我们心情。你哥就是嫉妒我们都有金手指，就他没有，心里不平衡。我拉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，身后传来我妈尖酸刻薄的声音：走了就别回来，以后我们家发达了，你也别想沾1分钱的光。对，到时候别哭着求我们。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，我站在楼道里，深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。真好，终于摆脱了。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小的单间，虽然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我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换了，彻底断了和那个家的联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专心学习，准备即将到来的期末考。而我那一家人的好日子也正式拉开了序幕。报应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。第一个出事的是我妈，她辞了职，揣着那张价值100万的彩票去彩票中心兑奖，结果工作人员告诉她，这张彩票的奖金被冻结了，因为有人实名举报这一期的开奖涉嫌内幕交易，所有大额奖金都必须接受调查。我妈当场就懵了，她在彩票中心大吵大闹，说他们是骗子，想私吞她的奖金，最后被保安给请了出去。她不甘心，打电话找我爸想办法。我爸那时正春风得意，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市里的重点工程项目。他安慰我妈：别急，我找人问问，100万而已，小钱，等我的项目搞定了，别说100万，1000万都有。我妈被他安抚下来，开始专心过她的富太太生活。虽然钱没到手，但派头要做足。她刷着我爸的信用卡，买了一个又一个奢侈品包包，每天出入高档美容院，周围的邻居和以前的同事都羡慕得不行。我妈在这些吹捧中彻底迷失了自己，她忘了那100万是她用20年寿命换来的。她不知道的是，举报彩票内幕交易的人是我只是匿名发了一封邮件，我妈的100万富翁梦还没开始就已经碎了一半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没过多久，我妈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她被彩票中心反告了，告她诽谤及扰乱公共秩序。不仅如此，税务和经侦部门也找上了她，要求她配合调查，说明内幕消息的来源。我妈彻底慌了，她哭着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爸正在酒局上跟项目的合作方推杯换盏，被她搅了兴致，很不耐烦。多大点事，你哭什么哭？我找个律师不就行了？别烦我，我这正忙着正事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看着满屋子的奢侈品，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。她想起了那个无所不能的功德兑换系统，再次尝试在脑海里呼唤系统。我想再兑换一笔钱，用来打官司。请选择你的代价。我再用10年寿命。检测到宿主剩余寿命不足以支付40年翻倍代价，兑换失败。我妈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冰冷。代价不足，翻倍代价40年。她上次换不是才10年吗？怎么这次就要40年了？她疯了一样的拍打自己的脑袋，以为是系统出了错。可无论她怎么尝试，得到的回应都只有那冰冷的4个字：代价不足。她终于意识到，有什么东西在她不知道的地方悄悄改变了规则。她想到了我，想到了我搬出去那天平静到诡异的脸，想到了我说的那句话。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心底疯长。她颤抖着手找到了我以前的手机号，拨了过来。电话接通了，但对面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：你好，
哪位？我找萧凡，我是他妈。哦，你是说这个号码的原主人啊？他上个月就把号注销了，我是新用户。电话被挂断，我妈不死心，又开始找我的同学，找我的老师，但她绝望地发现我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而另一边，我爸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那个重点工程项目是他晋升的投名状，他用健康的肝脏换来的能力，让他精力充沛，每天只睡3-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，在酒桌上更是千杯不倒。靠着这股拼劲，他很快就和各方都打好了关系，项目进展得异常顺利，所有人都夸他能力强，有魄力，是天生的领导。我爸彻底飘了，他开始越来越晚回家，有时甚至夜不归宿。我妈打电话问，他就说在项目上忙，实际上他用项目经费在外面养了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。他觉得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，身边没个红颜知己都对不起他的成功。他完全没意识到，他脚下的路已经通往悬崖。项目施工队为了赶工期偷工减料，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安全监理部门提出整改意见，他觉得是小题大做，仗着自己和领导关系好，直接把报告压了下去。他那被系统加持过的直觉告诉他不会有事，他坚信自己的判断，直到脚手架坍塌的那一天，事故造成了3死5重伤，性质极其恶劣。我爸作为项目的第一负责人，被当场控制。他晋升时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撤职、查办、渎职罪的指控，还有施工方和死伤家属提出的巨额索赔，一座座大山瞬间压垮了他。他想动用自己的人脉，却发现那些曾经和他称兄道弟的朋友，一个个都对他避之不及，墙倒众人推。他被关在看守所里，整个人迅速的憔悴下去。没过几天，他开始觉得腹部剧痛，那种痛像是有一把钝刀在里面反复搅动。他被送到医院检查，医生拿着报告单，表情凝重：急性肝衰竭已经到了晚期，你之前是不是有过严重的肝病史？怎么拖到这么严重才来医院？肝衰竭末期，怎么可能？系统不是说代价只是失去这个肝脏未来的健康吗？怎么会现在就……他猛然想起了我妈打电话时歇斯底里的那句代价翻倍了，健康的肝脏没了，代价翻倍，就是现在的急性肝衰竭，直接要了他的命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兑换的是他们所有人的地狱。绝望之中，他也想起了我，他托律师给我以前的班主任带话，求我去看他。班主任辗转联系到我，我听完只回了2个字：不去。班主任还想再劝萧凡，好歹是你的父亲。老师，在我被赶出家门，差点被车撞死的时候，他就不是我父亲了。我挂了电话，拉黑了班主任的号码。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那个家的消息，但有时候麻烦会自己找上门。最惨的报应落到了我弟萧平的头上。萧平用未来的高考成绩换来了校花柳如烟的青睐，系统赋予他的是一种虚假的魅力光环，这光环让他看起来风趣幽默、帅气逼人。柳如烟很快就跟他如胶似漆，整天出双入对，羡煞旁人。萧平彻底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他享受着众人的追捧，成绩一落千丈也毫不在意，反正他已经用不到高考成绩了。他甚至在课堂上公然嘲笑努力学习的同学，学那么辛苦干嘛？能换来柳如烟的吻吗？他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开始不对劲。他上课时看着黑板上的字，突然觉得那些字都变成了扭曲的符号，一个也看不懂。老师提问，他站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开始频繁的忘事，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，刚走过的路再走一遍就会迷路。他以为自己是谈恋爱太累了，没休息好，直到他和柳如烟约会时彻底出了丑。他们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，结账的时候，服务员报出378元，萧平掏出钱包数了半天，也数不清那几张100元大钞。他额头上全是汗，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。3、7、8，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啊？柳如烟看着他笨拙的样子，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嫌弃和不耐烦。萧平，你搞什么呀？快点啦！最后还是柳如烟刷的卡。回去的路上，萧平连导航都看不懂了，在同一个路口转了3圈。柳如烟终于爆发了：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简单的路都找不到。如烟，他想解释，却发现自己连一句完整的话都组织不起来。柳如烟看着他呆滞的眼神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：你别碰我，你是个傻子。萧平用未来的高考成绩兑换，翻倍之后，不仅未来会变成文盲，现在的大脑也开始迅速退化，他的智力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到孩童水平。柳如烟的反应比我想象的还要恶毒，他没有直接甩了萧平，他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傻子来戏耍。他让萧平在教学楼下学狗叫，骗他说这是最新的情侣游戏。萧平真的就趴在地上汪汪的叫了起来。他拍下视频发到校园论坛，帖子瞬间火了，萧平彻底成了全校的笑柄。这天，柳如烟找到萧平：萧平，我们分手吧。我柳如烟就算眼瞎了也不可能跟一个傻子在一起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像条狗一样，真恶心。萧平傻傻的看着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。他伸手想去拉他的衣角，嘴里含糊不清的喊着：如烟，不要。柳如烟一脚踹开他：滚开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。萧平摔倒在地上，茫然的看着柳如烟挽着另一个男生的胳膊扬长而去，周围是刺耳的嘲笑声和闪光灯。他那点可怜的智商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崩溃。他抱着头在操场中央
像个被抛弃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家里的顶梁柱塌了，钱没了，唯一的儿子还傻了。我妈看着痴傻的儿子彻底崩溃了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家啊？她想起了还在看守所里的丈夫，想起了那张被冻结的100万彩票和法院的传票。短短1个月，天翻地覆，她想不通，为什么好好的日子突然就急转直下，坠入了深渊。她和萧平面对面坐着，一个哭，一个笑，整个家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，互相指责开始了。她在探视的时候，对着我爸嘶吼：“都怪你笑长山，要不是你贪心，非要去换什么晋升，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？怪我，当初是谁拿着彩票短信高兴的找不到北的？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要过好日子，我至于去冒这个险吗？还有萧平，你把他宠成了什么样子？现在好了，儿子傻了，你满意了？你还有脸说我儿子傻了？不都是因为你没本事？你要是能赚大钱，他用得着去换那个什么校花吗？”他们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对方身上。曾经因为金手指而其乐融融的家，如今只剩下怨毒和憎恨。吵到最后，他们终于想起了被他们遗忘的我，那个从一开始就反对他们，最后被他们赶出家门的我。他们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妈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租房的地址，直接找上了门。那天我刚从图书馆回来，就看到她憔悴的等在我门口。她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像饿狼看到了猎物，猛地扑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萧凡，我的好儿子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你救救我们家吧！你爸被抓了，你弟弟也傻了，妈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不听你的话，我们不该赶你走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现在知道错了，当初把我赶出家门，眼睁睁看我被车撞，等着拿我赔偿金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知道错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，你们的报应都是我换的，我愿用我全部的亲情兑换你们所有金手指的代价3倍。我把我当初在系统里兑换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告诉了他。我妈的眼睛从震惊到恐惧，最后变成了怨毒。她像是突然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地，然后又像一头发疯的母狮，猛地朝我扑过来。是你害了我们全家，萧凡，你这个毒夫，你不得好死！她张牙舞爪地想来抓我的脸，被我轻易地躲开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我不得好死，我前世不就是被你们害死的吗？我躺在血泊里，看着你们在楼上兴奋地商量怎么用我的命换钱，那一刻我就已经死过一次了。现在我不过是把你们欠我的加倍还给你们而已，这不就是你们最喜欢的等价交换吗？我妈被我的话堵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能指着我，浑身发抖。我什么？是我换来了彩票逼你去兑奖的吗？是我拿着刀架在你丈夫脖子上逼他用肝换前途的吗？还是我按着你宝贝儿子的头逼他用智商换女人的吗？王秀兰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你们的贪婪才是杀死你们自己的刀。我打开门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滚吧，别再来脏我的地方。我妈看着我冰冷的脸，知道再也求不到任何东西，她眼里的哀求彻底消失，只剩下刻骨的恨意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踉踉跄跄的后退几步，指着我，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：萧凡，你会遭报应的，你这么冷血，这么恶毒，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幸福。我等着。我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将他的咒骂隔绝在外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我靠在门上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，心脏某个地方似乎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，但那感觉转瞬即逝。我拉黑了他找来的那个新号码，继续过我的生活。我以为他会就此罢休，但我低估了他的无耻。几天后，我的学校论坛上出现了一个热帖，帖子下面瞬间炸开了锅，一时间我成了全校公敌。我走在路上，总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鄙夷和指责的目光。有人当着我的面对我吐口水，有人在我的课桌上用红笔写满了滚出去、白眼狼。我的生活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我妈的目的达到了，她毁不掉我的人生，就想毁掉我的名声。她要让我在无尽的唾骂和指责中痛苦的活着。辅导员找到了我，表情严肃：萧凡同学，学校收到了很多关于你的举报，这件事影响很不好，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好，我会给大家一个解释。我没有去网上发帖辩解，而是向学校请了几天假，去了我爸被关押的城市。我没有去见他，直接去了负责他案子的检察院，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，那是我爸养在外面的那个女大学生的口供，以及我爸动用项目经费为他买车买房的转账记录。这些都是我重生后悄悄搜集起来的。我爸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但他不知道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有了这份证据，他的罪名就不仅仅是渎职了，贪污、挪用公款，数罪并罚，他这辈子都别想从牢里出来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又去了我妈打官司的法院。我作为知情人，向法官提供了关于功德兑换系统更详尽的举报材料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妈不仅仅是买了一张彩票，她还试图用非正常手段继续获取不义之财。我还无意中透露了我爸的晋升和我弟的异常，都和这个神秘的系统有关。我把一切都推给了一个虚无缥缈的、无法被证实的超自然力量，但对于办案人员来说，这背后指向的是更深层次的腐败和交易。我爸的案子立刻被提及重审，我妈的官司也变得更加复杂。他们被放在了聚光灯下，被反复的审查、盘问。他们那点肮脏的秘密被一层层的剥开，暴露在阳光之下。他们彻底焦头烂额，
再也没有精力来找我的麻烦。学校论坛上的那个帖子很快就没人关注了，因为社会新闻的版面上出现了一个更劲爆的标题。新闻里，我爸妈和萧平的名字都被打了码，但他们做过的事一件件、一桩桩都被写得清清楚楚。用寿命换钱，用健康换权，用未来换色，这些在普通人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，被媒体用疑似存在背后交易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词语包装起来，成了一出精彩绝伦的现实大戏。舆论瞬间反转，之前在网上骂我的人都傻眼了。我回到学校，之前那些对我指指点点的人看到我都绕道走，他们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畏惧和同情。辅导员再次找到我，态度180度大转弯。萧凡，委屈你了，学校已经帮你澄清了，不会让这些事影响你的学习。谢谢老师。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，我爸的案子很快就判了，无期徒刑。我妈的官司也输了，不仅要公开道歉，还要赔偿彩票中心一大笔名誉损失费。家里的房子被拍卖，他带着痴傻的萧平从那个他住了大半辈子的家里被赶了出来，一夜之间一无所有。